4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美关系并不同步，俄乌冲突的代价对大西洋两边来说也不尽相同，暗示俄乌冲突令美国受益，欧洲受损。You have said that's not how friends behave. Yeah, we are very much engaged together in this war for the same principles. But the cost of this war is not the same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And you should be very aware of that. 马克龙回忆称，今年2月在同普京交谈后，他从普京的眼中看到了一种怨恨，这是一种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和欧盟的怨恨。When you look into Putin's eyes, what do you see? I have to say a lot of probably a sort of resentment. Resentment? Vis-à-vis the recent decades and the Western world. And a resentment vis-à-vis us, meaning both the U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the feeling that our perspective was to destroy Russia. I don't believe this is our perspective. It's never been our perspective in France. But he had this feeling. 此前一天，马克龙表示，法国将继续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并将向其提供更多武器，但不包括提供任何使乌克兰能够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军事装备。而德国总理舒尔茨则开始阅读一些有关普京的外交和国内政策的著作，包括普京本人于去年7月撰写的文章《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德国媒体报道称，舒尔茨试图弄清普京听取谁的意见，什么样的文学影响着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他的政策基于什么理论概念。为了更了解普京，舒尔茨还会见了保加利亚政治学家和普京问题专家伊万·克拉斯杰夫，同时咨询了自己的前任默克尔。在2号与普京通话后，舒尔茨再次强调了与俄罗斯展开对话的重要性。Ich habe seitdem wiederholt mit ihm gesprochen, weil ich fest davon überzeugt bin, dass es ein schwerer Fehler ist, wenn trotz all der Unterschiedlichkeiten, und die sind ja, das ist ja ein kleines Wort für riesige Differenzen, überhaupt nicht mehr miteinander geredet wird. Deshalb ist es auch wichtig, dass der französische Präsident und ich immer wieder als Vertreter der G7-Staaten, als 2 NATO-Staaten das Gespräch suchen, allerdings völlig illusionslos. 美国《时代》杂志刊文称，西方到目前为止没有应对乌克兰危机的退出战略。普京的核威慑确实让西方感到不安。谁愿意为基辅而死？谁愿意在俄罗斯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时哀动？冲突爆发延续到今天，西方领导人可能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争。欧洲想要结束危机的心态是极为迫切的。从整体上来看呢，危机本身和对俄制裁对欧盟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反噬作用。欧盟经济近2年已经难以从新冠疫情中强劲复苏，增长预期也不佳，面临严峻的拐点欧盟的绿色转型之路也遭受了重挫。而且由于欧盟各国利益存在差异，欧盟内部分歧也不断显现，欧盟发出一个声音的难度也在增加，欧盟的团结也会受到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法德等欧洲大国的态度将变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美欧矛盾也日渐尖锐。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试图解决通胀削减法案对欧洲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白宫和国会山的表态都显得强硬而敷衍。美国总统拜登在12月1号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仅仅表态会在具体政策上做出调整。华盛顿观察家报5号称，拜登在取悦制造商、工会和欧洲盟友之间左右为难。多位民主党议员已表态拒绝修改通胀削减法案，而美国盟友对此的不满越来越多。德国经济周刊5号说，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不会化解关于美国政策的争论，欧洲将采取反制措施，使欧洲企业不会大量迁移到美国。欧洲和美国正面临一场难以化解的经济战争。那么我觉得欧盟能够设想的最好前景，就是在这个法案上与美国握手言和，将欧洲企业纳入美国的补贴范围，防止欧洲企业进一步流向美国。但是欧盟的手段恐怕非常有限，如果欧盟借助世贸组织平台象征性抗议，或者正式起诉美国，难以及时达到实效。如果欧盟模仿美国的补贴规则，提出欧盟版本的补贴方案，
或许短期之内呢能够发挥作用，但是长期将透支欧盟的这种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声誉，对欧盟引以为傲的规范性权利带来难以逆转的伤害。